距离我们的第2期5亿视频发布已经过去了半年，这半年里有无数的人提供过硬件帮助、催更以及持续关注。首先在这里非常感谢大家。这半年里除了更新我们日常的视频以外，基本都在寻找实现这个功能的办法。现在就给各位股东报告下当前的情况。自上个视频发出以后，首先是收到了很多关于硬件购买的信息，主要是关于 IPF 线缆以及 IFT 转接板，很多人都指向了一家淘宝上叫8838com 的店铺。在询问之后，发现店家完全不知道这个线缆应该如何使用，唯一的信息是只能上 S2600的主板，除此之外给了一个没啥用的链接，就没有更多的信息了。其实在它这里表述的不是很准确，所谓 S2600系列其实是英特尔的服务器主板系列，例如上期提到的 S720AP 是像融合至强一样， S2600也有众多型号，能支持 OnlyPass 的也就只有 S2600WF 或者 BP 这2个型号，其余的像 S2600CP-IP 等是上 X79 的 CPU，S2600CW-KP 等是上 X99 的 CPU， 这里肯定不适用，因为国内最靠谱的就只有他们一家在卖，索性就先买回来看看。在主板的选择上，并没有选择所谓匹配性最好的 S2600WF， 因为品牌的服务器主板始终会有一些不熟悉的地方，解决这些问题也会很麻烦，所以最终选择了超威的 X11 DPI-N。但是在购买的时候发现这个板子也不是无脑支持，而是只有早期的 1.21 版本才支持，如果是买新一点的 2.01 版本则不支持。在我仔细对比了这2个版本的主板后，发现在新版的主板上除了扣具形状不同以外，缺少了这2个东西。然后我去寻找了所有扣具带尾巴的主板，都发现了这个共同的特性，存在一个这样的一个接口。看来这个接口对这个功能的支持是至关重要的。在我收到了 IPF 线缆和 IFT 转接板后，也有类似的线缆，更加确定了这个猜想。但是包装盒里甚至没有一张说明书，哪怕是驱动地址也没有。不得不说，这里我开始慌了。CPU 的选择相比上一次做了一点变动，怕 ES 的支持不好，最终选择了2颗 6130F 的 QS 版本 QN3B 显卡。感谢索泰送来的4070 Super 天启，作为40系列单酷大价格最划算的性价比产品，集结168个酷大单元，可以畅玩大多数 4K 游戏。有兴趣的小伙伴可以看一下索泰家的显卡。所有相关硬件已经准备完毕，开始组装。成功点亮后遇到了一个新的问题，进系统就蓝屏。毕竟是收的2手板子，还是最老的版本，有问题呢也正常。凭借我以往的超频经验来看，最开始我认为是内存可能不稳，毕竟12根内存同步或许有些困难，于是乎只留了1根内存来做测试，还是蓝屏或者死机。但我反复实验了3天后，我实在找不到原因，最后选择交给专业的人来解决，寄给了一个维修服务器主板的机构。可能是因为这个师傅他实在是太忙了，等了快1个月都没有消息，隔3差5催一次，把师傅给催烦了。然后在1月3号的晚上，他给我发了这3个视频。今晚突击一下这块主板啊，前台跟我说咱们就非常着急啊，那么咱们今天晚上给突击一下啊。这个毫无疑问啊，那么就是第3组这个辅助麦宽调制损坏导致的结果啊。看完之后，我发出了行业最高赞赏，师傅发了一个拿下的表情。自此之后，我再也没有催过一次。大概又过了半个月，维修好的主板终于回到了我的手上，心里想这次总能正常做测试了吧？结果遇到了 CPU 锁7倍屏。无奈又找商家换了颗 U， 这次已经临近24年春节，做了些简单的测试就无奈放假了。所以真不是我拖，兄弟们相信我。时间到了年后，因为前一段时间没有闲着，找了很多的资料。首先安装这个 OnlyPass 的模块 ，CPU 在正常安装好后，把线缆从尾部插入，然后反向扣住，这一头就算安装好了。另一头插入 IFT 转接板，另外还需要插入 C-band 的线缆，转接板1根，主板这边2根就算安装完毕。可惜这个套件就是面向 S2600WF 开发的，于是乎线缆呢这个长度就差了一点距离，最后用 PCIe 延长线加做了1根 C-band 的延长线后，也算是解决了吧。随后尝试开机测试，能看到设备管理器检测到未知设备，驱动在官网上找了一大圈都找不到，系统自动寻找驱动也不行，后面又换了 Server 2012、2016、2019，情况同上。最后呢，在油管查找资料的时候，看到了一个论坛的讨论信息，这个论坛叫做 Level One Teach， 指出在这个网站有相关的资料。查阅英特尔官网也确实有资料指出，把 OnlyPass 的业务拆分给了他。于是进去查询，指出了2个系统，一个是 SLES， 一个是 RHEL。这个网站给这2个系统做了 OnlyPass 对应的驱动，或者叫内置的驱动。于是抱着试一试的心态安装了这个奇怪的系统。经过一番捣鼓，最终也就只能看到对应设备的名称，这也是首次在系统里面看到设备的全称。
其实我们还找过其他的软件，例如英特尔给 Windows 系统开发的 OliPass 管理软件，但是进来也只看一个空软件，做不了任何的事情。再后来看到结成安穗大佬的文章后，发现如果要实现这一项技术，需要至少2台设备加 OPA 交换机，且在和大佬进行简短的交流后，发现这个事情可能并不简单，或者说如果没有内部文档的话，实现起来几乎不太可能。所有的信息到此为止，所以咱们的事情还没有结束。现在需要大家帮忙的是驱动的寻找，以及到底什么系统是这个硬件的正常载体。这2个问题，如果大家有靠谱的信息，欢迎评论区留言，或者直接跟我进行私聊。这里先谢谢大家，这个选题会一直持续下去，直到有重大突破或者直接完结，否则暂时不会有更多的相关内容。现在催更的人知道我真的没有在摸鱼了吧？这段时间只要有信息就会跟进一下，也很感谢这段时间给我提供信息支持的小伙伴。之后的信息可能会越来越难获得，如果大家还要继续蹲这个内容的后续，那就要做好长期关注的打算了。希望大家能一直陪我走下去。那么我们下期再见。